家一会儿这个把它隆重的请上台。那么也对我们今天的这个第2届爱国节来讲，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希望大家认真来听讲。好，那我们现在以热烈掌声来欢迎他。我姓周，叫周文强，是一个普通的民营企业家。当我创业成功以后，我开始站在讲台，想度曾经跟我一样的人。我在15年前是我们爱国者洛阳的代理商之一。当我在经营爱国者产品的时候，我被冯军董事长那股深深的爱国情怀所打动。今天我之所以能够创造出一些成就，我觉得跟我在15年前经营爱国者这件事儿分不开，就是那种爱国情怀。我经常讲这么一句话：你的梦想跟谁有关，就能拉动谁的链来成就你。当你的梦想只跟你自己有关的时候，你只能成为一个普通的小老板。当你的梦想跟你的3000员工都有关的时候，你可以拉动你3000员工的力量来成就你这家企业。当你的梦想跟整个国家、跟整个民族都有关的时候，你就能够成为民族企业家，你都能够拉动整个民族的力量来成就你这个品牌。爱国者品牌即是如此。今天这个节日叫爱国节，周老师特别忙，我为了来参加爱国节，我推掉了跟安之老师2800人在西安的演讲会。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可能很多人来到这里很唐突，爱国节跟我有什么关系？是你爱国者公司的一个论坛而已。但是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918是国耻日，在这个节日，我觉得应该把它变成一个爱国节。提到双11，大家都能想到一个节日——购物节。以前只是阿里巴巴集团的一个普通的一个节日，但是今天它变成了一个全民狂欢节。但是我觉得这个节日是没有意义的，产生了那么多的剁手党。但是我觉得这个节日未来一定要超过购物节，超过双11购物节，因为这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中华民族都应该有的节日。我刚才在台上听到我们老一辈无产革命家的一些演讲，我真的是深受鼓舞，特别是我们李老的演讲把我讲到泪流满面，真的让我体验到了我们老一辈革命家的不容易。李老说过一句话，在那个年代，爱国是要付出代价的，可能是生命的代价，但是今天爱国依然是要付出代价的。我认识冯总10几年，他在做爱国者数码产品的时候，他就保持着这股激情，到现在为止。今天我相信冯总不缺钱，但是为什么他还愿意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我觉得就是这股爱国的情怀。今天对于我们来讲，第3次世界大战已经打响，金融战，企业与企业的战争，就是未来我们中国能不能崛起的战争。我们冯总为什么要提出爱国节，跟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又有什么关系？其实说实话，为什么周老师这段演讲能够放到互联网上，1天的时间点击率突破1个亿，7天的时间点击率突破7个亿？因为这段演讲讲出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声。今天非常开心受邀来到爱国节，今天周老师希望把这段演讲送给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可以吗？今天全中国、全世界最值钱的品牌叫可口可乐。这家品牌的价值几千亿美金，但是你们知不知道，曾经中国有一个品牌，它的价值远远超过可口可乐，叫健力宝。听过的举手。李经纬先生创立的健力宝被誉为东方魔水，当年的销量远远超过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加起来的总和。但是你们还记不记得，在健力宝卖的最火的年代，不是我们不想买，是突然有一天我们有5年多时间买不到健力宝，这个品牌被外资所猎杀了。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外资进入中国猎杀的不是一个品牌，N 多个品牌，都因为我们不懂得抱团取暖，所以被外资所猎杀了。我们今天都提到可乐，都知道百事可乐，都知道这个可口可乐。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可乐叫非常可乐？听过的举手。天府可乐。这2个品牌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品牌，曾经在中国非常火，火遍大江南北。当百事可乐进入中国以后，他们发现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就找咱们合作，跟咱们公司的人沟通，你们是偏居一偶的地方品牌，我们是世界级品牌。今天我们出钱给你，成为你公司的大股东，然后把整个全球的渠道全部向你开放，让你们这家可乐公司也变成世界著名品牌。中国人一听有钱又有渠道，立刻马上同意，因为我们中国人认为你给我钱就是跟我成为利益共同体，跟我一起合作。但是外资给钱给我们，不是为了跟我们合作，是为了把我们直接给灭掉。大
当百事可乐入股天福可乐，入主非常可乐，成为他公司股东的时候，从此中国再也没有生产出来一瓶中国人自己的可乐，这个品牌消失了。而消失的不单是一个健力宝，消失的不单是一个可口，不单是一个非常可乐，我们曾经耳熟能详的 N 多品牌都被外资无情的所猎杀。我们曾经耳熟能详的很多品牌，中华牙膏、金鸡鞋油、统一、美加净、乐百氏、三笑、大宝、小护士、苏磊，这些品牌曾经都是我们中国耳熟能详的品牌，但是今天这些品牌都消失了，被外资无情的所猎杀。猎杀以后的结果是什么？在中国每买10瓶水，有9瓶水是日本人生产的水，是法国人生产的水，是美国人生产的水。在中国每买10个护肤品，每买10瓶洗发水，有9瓶来自外资生产。换句话讲，猎杀我们中国的品牌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在中国每花10块钱，有9块钱流进了外资的腰包。今年阿里巴巴上市，马云成为新首富，我们很多中国人都认为我们中国终于崛起了。但是我想告诉你，阿里巴巴上市成为新首富，最大的受益者不是中国人，是日本人，因为日本的孙正义才是阿里巴巴最大的股东。今年不管是阿里巴巴，不管是百度，不管是腾讯，这些我们在中国最顶级的 BAT 3家企业，没有一个是中国我们100%控股的企业，他们注册地也不在中国。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为什么不是马云崇洋媚外，不是马化腾崇洋媚外？15年前，马云创业于杭州，当他的公司在奄奄一息的时候，马云说：“同胞们，投资我2000万。”我马云将来会做一个全世界最牛逼的互联网企业，但是没有一个中国人愿意相信他。我们说的是骗子，说的是疯子。我们中国的这些企业家愿意拿这个钱去炒房、去炒股，也不愿意去相信自己的企业。到最后，日本的孙正义用了2分钟，花了2500万收购了阿里巴巴，这是真相。13年前，马化腾创于深圳，当腾讯奄奄一息的时候，马化腾说：“同胞们，只需要投资50万，我愿意出让我50亿的股权，我要做一个全世界最牛逼的移动互联网公司。”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国人连互联网都听不懂，更不要说移动互联网，没有人相信他。我们说的是骗子，说的是疯子，到最后的结果是美国人相信了他，入主了他的公司。11年前，李彦宏创于北京，当百度在互联网的冬天奄奄一息的时候，李彦宏拿起麦克风走上讲台：“同胞们，加入我百度联盟，1年只需要投资我5万块。不出3年，只要我上市，你们都成为我公司的原始股东，你们都变成100万富翁、1000万富翁、亿万富翁。”没有人相信他。我们说的百度在搞传销，说李彦宏在搞传销，到最后的结果是日本人相信了他，96%的股份被日本人所买走。我想问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家人，难道在10年前我们中国人拿不出5万块吗？不要说5万、50万、5000万都能拿得出来，但是为什么不愿意？因为中国人不相信中国人。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骄傲，非常自豪。但是刚才冯军董事长讲的那句话，他深深再次刺痛了我。中国人1个人的时候就是一条龙，3个人的时候就是一条虫。中华有5000年文明历史，在这5000年文明历史里面有文字记载的3700年，在这3700年里面有3500年，我们才是世界第1名。我们这个国家曾经是地球上最强盛的国家，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是这个地球上最骄傲的民族，但是这300年来受尽欺辱，为什么？因为这300年来是整个中华民族最不团结的300年。我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梦想有一天中国再次大国崛起。我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梦想有一天未来中国企业家能够从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变成中国品牌。我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梦想有一天不再是外资冲进中国猎杀我们的品牌，而是有一天我们冲向世界猎杀他们的品牌。未来的战争不是国与国的战争，就是企业与企业的战争，品牌与品牌的战争。我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梦想有一天未来在中国没有穷人看不起病，没有孩子上不起学。我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梦想有一天未来中国再次大国崛起，让我们整个中华民族重新成为世界上最伟大最骄傲的民族。国家的富强离不开在座的每一位，而我的责任和使命，爱国者爱国节的责任和使命，就是唤醒今天在座的各位，唤醒我们在座所有的民
民营企业家，我们一起联手，重新抱团取暖，让我们真正的来实现我们伟大习主席提出的中国梦。什么叫中国梦？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在这个历史节点实现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不应该是习主席一个人的梦想，应该是在座每一个人中国人的梦想。在座的各位是中国人的，请举手。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我身为中国人，我感到骄傲，我感到自豪。但是每中国人走出国外都排队买什么品？买奢侈品。什么叫奢侈品？有历史吗？有历史就叫奢侈品吗？但是请问，在整个全地球最有历史的国家是哪个国家？中国。我们没有做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奢侈品品牌。美国建国短的几百年，他们产生了无数个奢侈品牌。为什么？这就是因为我们国与国之间，我们民族与民族之间，人民与民族之间不懂得团结。百度按价排名，谁出的钱高，谁的品牌就可以排到前面。不是老百姓不支持国货，是因为国货全是假冒伪劣产品。当冯董事长跟我讲到，我要提出一个按质排名，未来在我们爱国者联盟商圈买东西是按质排名，谁的质量最好，谁的分数最高，谁的销量最好，谁就能排到第一名的时候，我真的被感动了。我看到了一个中国的未来，我看到未来中国诚信的一个未来。所以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来到我们这个爱国节，除了要给我们当年在918事变浴血奋战的将士一个热烈的掌声的时候，还应该给我们爱国者董事长冯总一个热烈的掌声。因为我觉得冯总提出这个节日，要比马云提出购物节来得更加有价值，来得更加有意义。我爱我的国家，我爱我的民族，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跟我一样。为什么《战狼2》上映以后54亿？因为这部电影拍出了我们中国人想要的那种民族情怀，那种尊严。我希望爱国节就能够像《战狼2》一样，能够火遍大江南北，能够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像参加购物节一样来参加这个节日。因为这个节日可以唤醒我们所有民族情怀，唤醒我们中国所有的民营企业家。我们再也不要有地沟油，我们再也不要有伪劣产品，我们要的就是真正诚信的中国民族品牌。我们要的就是真正做出我们中国这个奢侈品。我们要的是不再是抵制日货，是我们做出一个比日本更好的品牌。跑到日本，让日本人狂买我们中国货，让日本人天天抵制我们中国货，这才是我们中国的未来。当我们中国大国崛起的时候，我相信那个时候不用跟日本人打，日本人就会来跪地求饶，因为日本一直就是中国的学生。日本跟我们学了几千年，他看到老师落后了，跟西方学习，然后不认我们了。但是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当中国再次强大，我相信日本会有一天就像当年我大唐王朝一样，来到我们国家学习。我昨天在天津演讲，我跟天津一个市委的领导在一起吃饭，他说：“周老师，你知道吗？现在只要是韩国人来我们天津开企业，我们不欢迎。”我问他为什么，他说韩国人来到我们这里开企业，拿一点钱买个地就找我们银行贷款，贷完款以后把企业做亏了，欠银行一屁股债，他们走了。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韩国人说孔子是他们的，韩国人说这个清明节也是他们的，韩国人说端午节也是他们的，但是韩国人是中国人生的。印度为什么敢叫嚣，敢放过边境？当我们中国再次强大，我相信这些所有的邻国没有一个再像这样对我们。所以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918这个节日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铭记，真的值得我们每个中国人铭记。中国梦不是喊口号，是每一个人在你所在的岗位能够做出对国有帮助的事，对国家有尊严的事。周老师一直希望能够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中国民族品牌。我在前年的时候，我在研究我们整个中国民国的这些历史品牌，我找到了一个品牌，
叫做三角牌毛巾。今天谈到918，我也谈一个跟918有关系的事情。918爆发以后，三角牌毛巾厂是当年整个中国民国的时候最厉害的毛巾厂，打败了日本的铁毛牌，所以日本人非常恨这家企业。918爆发以后，这个三角牌毛巾厂的厂长把自己厂里面的所有资产全部捐出去抗战，自己组建了一个这个抗日救国会，被日本人看到了，日本人就开始挑衅我们这个厂的人，到最后一门大炮直接把这个厂给夷为平地了。你们知道吗？各位，三角牌毛巾厂这个被轰事件直接成为淞沪会战的导火索。128事件就是因为这件事所引起的。当这个厂被炸平以后，这个厂长和工人更加气愤。这个厂长进行了一场演讲，演讲到什么程度你们知道吗？演讲到厂长夫人，然后厂长的所有员工，不单是把那个厂全变卖了，把自己的地皮、把自己的房契，所有东西全变卖了，捐给了国家，一定要抗战。这个品牌随之也消失了。曾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讲士兵的时候，都会讲一个三角牌的毛巾，这个品牌今天消失了。当周老师看到这个品牌故事的时候，我特别感动。我自己花了450万从商标局重新买回了这个品牌。我们要重新激活三角牌毛巾，因为这是我们对上一辈子的民营企业家的一种致敬。而且刚才邀请我的这位教授张教授是周老师的贵人，也是我们冯老师的老师，他也是一个退伍军人，他跟周老师一起收购了这个品牌。这个毛巾我们每卖一条就会拿出51%的利润捐给那些抗战老兵。像这种我们在民国时期没落的民族品牌，你们知道中国有多少个吗？有好几百个。所以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今天依然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在座的各位作为民营企业家，什么叫为中国梦添砖加瓦？就是做好自己的企业，就是做好自己的产品，就是能够真真正正的在货币市场、在金融市场能够不输于外国的品牌。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干的事情。今天周老师虽然很年轻，可能我是这个会场最年轻的人，我是80后，但是我为什么会对民族情怀这么热衷？第一个，因为我遇到了冯总，他的这种爱国精神激励了我；第二个，我特别喜欢看历史，从上古夏商周开始，春秋战国、两晋南北朝、秦汉三国、隋唐五代，这些所有的历史我都特别喜欢看。你们知道为什么特别喜欢看吗？因为我只能从这些历史里面才能看到我们中国曾经是那么的辉煌。我希望有一天，我们的下一代不是通过教科书，不是通过历史来看到我们这个民族曾经那么辉煌，是睁开眼睛就能看到我们这个民族今天依然辉煌。我们能够如此辉煌，靠的不单是我们，靠的是我们的下一代。177年前，梁启超先生上书当年的光绪皇帝，少年中国说，激励了光绪帝，让光绪帝建立了一个新的满清政府。光绪帝发动了戊戌变法，想推翻慈禧，建立了一个民主的新中国。虽然光绪帝没有成功，虽然戊戌六公子被载于午门，但是戊戌变法的这种精神，少年中国说的这种精神，光绪帝和梁启超先生这种精神传承了下来，传承到了一个伟人手上。这个人姓孙，叫孙中山。他看到了满清政府的腐败，他没有一兵一卒，就靠这个少年中国说的演讲稿，在中国大陆演讲，被清朝政府驱逐出境，跑到香港讲、台湾讲、日本讲、东南亚讲，还讲了整整15年，募集了整个全球所有华人的资金，组建了一个自己的军队，用了不到10年时间，推翻了中国2500年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虽然袁世凯窃取了我们伟大胜利的革命果实，但是孙中山先生这种精神依然传承了下来，传承到了一个人手上。这个人姓毛，叫毛泽东。
毛泽东先生曾经写过一首诗词，叫《沁园春·长沙》，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里面有一句话叫“恰同学少年”，被拍成了一部电视剧。在这部电视剧里面，讲的就是少年毛泽东在长沙师范学院求学的场景。里面有个场景非常激情，就是毛主席在长沙师范学院带着全校师生一起唱读《少年中国说》讲稿的那段场景。可能很多人看过这个电视剧。到底是一段什么样的讲稿能够激励光绪帝，能够激励孙中山，能够激励伟大领袖毛主席，能够激励我们今天的习主席？读梁启超先生《少年中国说》，我心中升起一个少年中国梦。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全在我少年。周老师希望走进全中国所有的高校，来唤起我们全中国所有3700万大学生的梦想，让他们能够升起少年中国说的梦想。只有这样，我们中国才能够强大。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什么？佛家讲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但是比救人一命救你的是肉身，而今天周老师要救你的灵魂，那就让你升起一个梦想。一个人没有梦想跟死人有什么区别？全天下所有成功的人都是因为有梦想。这个世界不是有能力的影响没能力的，不是有钱的影响没钱的，是有梦想的影响没梦想的。当你有一个宏伟的梦想，你就可以吸引无数个没有梦想的人和梦想比你小的人来为你工作，来帮你实现你的梦想。所以没有一个福报能够比一方百姓在你治理之下升起一个梦想更伟大。我们中国改革开放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奇迹？因为邓小平同志让我们全民都升起了一个梦想，所以今天习大大提出中国梦，正是让我们全民再次升起一个梦想，让中华民族再次骄傲。我希望我们爱国节能够一直办下去，办到第3届、第4届、第5届、第6届、第7届、第100届。我希望这个节日真真正正的能够唤醒我们全中国的所有国人。我希望这个节日能够唤醒我们全中国的所有民营企业家。我希望这个节日能够真真正正的唤醒我们中华民族那种本来就有的那种自尊感和荣誉感。我是周文强，我为爱国者代言，我为爱国节代言，我爱你们，谢谢。祝爱国节越办越好，也祝我们这个伟大的祖国越来越强大。祝愿我们这个祖国能够在我们有生之年真的崛起，成为21世纪第一强国。谢谢你们，我爱你们。